上班族中餐的预算应该要抓多少？每天都这样吃很过瘾，但有可能会被吃垮，月底就要借贷过日子。有理财达人建议早餐40元，午餐80，晚餐80元。但是以现在的物价，80元的预算真的太拮据了。不想浪费又不想委屈自己，可以参考麦当劳的价格。大麦克套餐130元，把这个当作预算指标，日子才不会过得太委屈。坊间一些好吃的便当店应该都不会超过这个价格，但是如果价格与价值两者都想要，那可以试试米其林推荐餐厅。2022必比登推荐名单中还是有不少回报预算的，我先过滤掉中午吃不到的宵夜场，适合找老板聚餐的合菜餐厅，选出来的就是可以天天吃米其林，月底也不会惨兮兮的好餐厅。看到画面上剩下的这几家，几乎都集中在老城区，从大稻埕一路到艋舺。在地图上猛一看，这根本就是台北天龙国美食底蕴的龙脉啊！延平北路这条路上，坐拥着3家米其林推荐。除了大排长龙，上班族应该没有什么机会吃到的麦面盐仔，还有大桥头老牌同仔米糕，以及兆鼎原汁排骨汤、高丽菜饭。大桥头米糕我可是从小吃到大，最有感情。看他从2019年就开始荣登必比登推荐，我想这几年的支持应该也有点贡献吧。我喜欢吃糯米产品，米糕、油饭都是我的爱。这两种有本质上的差别，油饭的糯米是炒过，所以粒粒分明；米糕是装在瓷瓶、竹筒或铁罐中炊煮而成，能让米糕中的糯米粒粒分明又不软烂，就是店家的高明之处。大桥头老牌同仔米糕可以选择要肥肉或瘦肉，通常都是各点1颗，再配碗汤，然后淋上满满的红色甜酱。这是我吃米糕少不了的仪式感。糯米因为难消化，这样的组合可以让你下午都不会觉得饿。大桥头之前附近有很多做水电、土木的工人，便宜又能吃粗饱的米糕很受欢迎，一卖就快要半个世纪过去了。附近的原汁排骨汤、高丽菜饭，汤头鲜甜，排骨软嫩，高丽菜饭味道清淡，淋上一点店家的特调辣酱油，那滋味真的绝了。是不是很羡慕延平北路附近的上班族，能在这些名店享用午餐，而且附近又有好多美食值得探索。虽然不管中午吃什么都算是一餐，但有爱计较、懂欣赏的食客，店家才有进步的动力。饮食文化就是在餐盘、筷子间点滴累积而成的。下一站，沿着淡水河前进艋舺，清水祖师庙与龙山寺的香火，孕育了多少传承老店的庶民小吃，填饱每一位信众的胃。把车停在清水祖师庙附近，这里也是一堆准米其林推荐的餐厅，挂着祖师庙招牌，以2家称王的餐厅原汁排骨大王、沙茶牛肉大王这2家最有名。另一家挂着祖师庙招牌祖师庙空肉饭挂包，一甲子餐饮，以超强无敌美味的空肉饭制霸天下，年年都拿米其林推荐。我喜欢的空肉饭一定要有配菜，简单的卤豆干、辣菜脯、腌小黄瓜与酸菜，配上那块卤得入味的空肉，以及不软烂的白饭。店家把这几个元素都弄得很好，对得起涨到1份100元的身价。原本在骑楼下用餐的环境被取消了，目前只能外带，厨房不能直通餐桌，有点可惜。不过看我儿子享受的样子，就知道运送时间对美味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。那另一个招牌品项挂包好不好吃呢？好吃，但第1名的元芳挂包就在附近。
所以还是点空肉饭就好了。我们继续吃，下一站华旗街。小时候，我爸常带我来华旗街打牙祭，看沙蛇表演。这次专程为了米其林，再度就地重游。商店街里熟悉的感觉依旧，但小王煮瓜却是强悍的异军突起。如同美式连锁速食店，明亮干净的超大用餐环境，树立了台式街头小吃的新典范。评比卤肉饭时，都会提到小王煮瓜的黑金卤肉饭，但我个人觉得太咸不好入口。先品尝一下这个黑金卤肉饭，好好犒赏一下自己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，卤得越黑我越开心。味道很重。我个人来讲，我觉得它的味道有点偏咸，而以香菇均衡调重咸味道的香菇卤肉饭比较符合我的口味。小王煮瓜并不是只有卤肉饭这张王牌，清汤瓜仔肉才是这家店的杀手锏。永远有专人守护着这一大锅汤，从瓜仔鸡汤改良而来。肉羹是采用猪后腿肉搭配现打鱼浆制成，再用老牌日光花瓜罐头加上大骨下去熬煮，咸香甘甜又带点胡椒香气的汤头，配上有嚼劲的肉羹，比黑金卤肉饭还要令人惊艳。千万别小看这条商店街，天涯若北林到华西街变成店店相连米其林。小王煮瓜旁边就是远方挂包，然后再过去是以菊花面闻名，又打着萧敬腾爱店的长虹面点。但面点料理我只爱凉面、牛肉面，所以就没有拜访长虹面点，因为我也吃不下去了。米其林连续3年推荐的远方挂包卖了将近60年，产品线只有挂包与四神汤，是标准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职人餐馆。店家特制的挂包皮夹着卤得通透的五花肉，配上酸菜、花生糖粉、香菜，展现出米其林等级的完美平衡。如果你上班的地方距离这些店很远，也不要气馁，因为寻找米其林推荐遗珠，也是在枯燥的上班日可以好好经营的乐趣。譬如说，我就发现一家被低估的排骨汤加高丽菜饭，没有排队人潮，价格又实在。这种重大成就应该要写入履历表，来作为纪念。